震惊！紫头大妈为何一夜黑化？凤凰大叔为何一再改嫁？蛋黄长裙为何翠有剧毒？国王公主为何肉沫横飞？在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不闻不史，我是布布。今天我们将要讨论一下，在美狄亚这部凄凉悲怆或是大快人心的戏剧中，平衡与冲突的体现。上期我们说到，受到丈夫背叛的美狄亚，手刃小三，热血复仇，攻城而返，逃之夭夭，乐不思蜀。大家想一下，这样的戏剧是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呢？首先呢，纠正上一期视频中一个巨大的错误，男主的名字应该叫做伊阿宋，不是阿依宋，因为希腊的语言中没有 J 这个音，所以 Jason 应该叫做伊阿森，翻译过来就是伊阿宋。美狄亚可能是古希腊戏剧中最有趣的一个灵魂了，她喜欢怄气，有控制欲，非常自负，喜欢暗箭伤人。她是一个魔法少女，还是一个野蛮人？如她自己所说，她还是一个逃亡者和一个杀人犯。在这部戏剧中，我们了解到她至少杀了6个人，这样残忍的行为确实令人感到发指。但是邪恶究竟是天生固有的品格，还是后天形成的呢？想要更好地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哲学中的2个流派，本质主义和存在主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本质主义忠诚的奉行者，他们相信任何事物都有其本质具备的特点。希腊人深受宗教的影响，相信命运都是由神灵安排好的，那么生命的本质也会由上天赋予。直到19世纪，存在主义才开始流行起来。存在主义的先驱人物呢，有德国哲学家尼采以及法国哲学家萨特。存在主义呢，认为人生本来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而是我们自己自发真实的选择导致了我们现在的处境，从而赋予了我们人生意义。从本质主义来看呢，美狄亚生来就是邪恶的。在和伊阿宋私奔被追上后，美狄亚不顾姐弟之情，把自己的弟弟剁成了肉饼，仅仅就是为了转移他父亲的注意力，从而可以更好的私奔。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想要成功的私奔，就必须杀死自己的弟弟吗？欧里比得斯没有详细说美狄亚和他弟弟曾经的感情经历，但是他有提到美狄亚在做公主时过得很快乐。那么我们暂且认为美狄亚和他弟弟之间没有太大的过节。既然如此，美狄亚选择如此残忍的手段来达到她追求爱情的目的，这难道没有暴露她天生的残忍倾向吗？作为一个典型的希腊戏剧，美狄亚还是把一切都扯到了神的身上。爱神 Aphrodite 或者维纳斯在伊阿宋偷取金羊毛之前，就用爱神之箭射中了美狄亚和伊阿宋的小心脏，从而导致了之后的一切。美狄亚也会因此奋不顾身地爱伊阿宋，为他赴汤蹈火。因此，在看到伊阿宋为了名利迎娶 Corinth 公主的时候，众神非常愤怒，用美狄亚作为媒介来惩罚伊阿宋。这样的说法当然说得通，这样的解释也非常希腊。然而，存在主义认为是美狄亚所经历的一切导致了她的恶。爱之深，恨之切，受到自己心爱的伊阿宋的背叛，美狄亚杀死国王、公主以及自己2个儿子的行为，似乎也变得可以理解了。美狄亚当然可以做一个逆来顺受的好妻子，但是她的本能告诉她，她不能这样，她必须要复仇。这样的想法出现在一个女性身上，在古希腊可是有点危险的哦。很多学者呢都认为美狄亚是一部非常女权的戏剧，甚至可以被奉为经典。美狄亚有一句名言，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当中，我们女性算是最不幸的。即使是在最民主的民主社会雅典，女性的地位依旧低于男性。结婚后的女性呢，就好像是丈夫的财产，她们必须放弃自己的一切，丢掉自己曾经的骄傲，成为一个全心全意服务家庭的生育机器或者是家庭主妇。她们的幸福与不幸完全由自己的婚姻所决定，而且因为离婚会损坏女性的名誉，她们永远都无法摆脱这样的困境。甚至更加令人嗤之以鼻的是，古希腊戏剧中很多男性都是通过和女性发生关系来展示他们的英雄品格的，仿佛他们征服的女性越多，他们就越强大。而对女性而言，和其他男性发生关系则会被称为不守贞操的荡妇。通过这部戏剧呢，欧里比得斯也指出了希腊所谓民主的虚伪性。美狄亚是男性主导社会中打破社会规则的伟大女性，她从来不忍气吞声，而是为自己打抱不平。
欧里比得斯在2000多年前就有这样的女权思维，足以见得希腊人的思想在当时有多么的先进。令人叹息的是，像美狄亚这样的女性在现在的社会还没有被完全接受。这是刻板印象导致的吗？法国作者西蒙波娃在第2信中提到，女性对自己弱势地位的形成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你认为女性的行为是否也有加深对她们的刻板印象呢？聪明二字在美狄亚中一共出现了7次，分别是国王说美狄亚不聪明，伊阿宋说美狄亚不聪明，美狄亚说自己不聪明。他们觉得美狄亚不太聪明的样子是因为她不符合男性社会中对于聪明女性的定义。聪明的女人应该服从社会，服从男性，这样才可以使利益最大化。美狄亚非常聪明，但是在古希腊，聪明的女人不会是一个好妻子。她的智慧使人对她产生了忌惮和怀疑。无论她多么聪明，她永远只能是希腊的外乡人。性别与出身的不利使美狄亚永远不能拥有希腊人的尊敬与崇拜。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肆无忌惮、没有道德底线的聪明人甚至不配出现在戏剧当中。是由于社会的压迫，美狄亚无处安放的智慧变成了狡黠，还是说美狄亚原来就只会把聪明用在坏事上呢？理解当时希腊的时代背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戏剧。作为当时最文明、最先进的国家，希腊人一直对自己的身份引以为豪，有一种无法描述的优越感。在他们眼里，所有外乡人都是蛮族，即使与希腊人结婚了，他们也永远都不会被社会所承认。美狄亚是肯定知道这条不成文的规定的，但她毅然决然地跟随丈夫远嫁他乡。等待着她的不是美好的新生活，而是社会的唾弃与厌恶。希腊人呢，对于文明这个定义的核心就是自制力。想要教化野蛮人，纸上谈兵、空口说教当然不会有用。为了抑制野性，我们往往会采用野蛮的方法来打击野蛮人，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事实，也是一个悖论。即便是现在，这样的悖论依旧存在。比如民主政府为了遏制极权党派的发展，最终往往会发展成为还有极权特点的政府。文明只能用来约束那些已经文明的人，而不是那些像动物一样的野蛮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文明不堪一击。宇宙是生来就混沌无序的吗？自制文明的人类在这样的宇宙下，是否也在挣扎着呢？毫无疑问，伊阿宋是个文明理智的人，但在他身上体现的是毫无人性的理性。他彻底无视了被本能和感情主导的世界，从他的行为中我们看不到一丝情感的存在。即使被爱神射中，他似乎也不爱美狄亚，至少从戏剧中我们没有看到爱意的流露。甚至对于他要求娶的 Corinth 公主，伊阿宋似乎也没有表现出他对她的爱意，反而他似乎一直在扮演一个丈夫的角色。公主刚刚收到美狄亚的礼物时并没有收下的意思，伊阿宋却对她说，作为我的妻子，你要爱我所爱。这句话中体现的没有一丝丈夫对妻子的爱与呵护，反而是赤裸裸的命令。公主死后，伊阿宋似乎并没有感到多悲伤，他只是感到很愤怒。他更在乎的似乎是自己的地位与权利，而不是公主的死。反观美狄亚作为一个感情过剩的中年妇女，一直被自己的感情牵着鼻子走。爱上伊阿宋后，她强烈的爱意促使自己不计后果的私奔，甚至杀死自己的弟弟。发现伊阿宋移情别恋后，她强烈的恨意又导致她做出一系列的复仇计划。即使明白杀死自己的孩子会让自己痛苦万分，美狄亚的感性终究还是战胜了自己的理性。就像戏剧中所说的一样，不做些什么，她的感情不会善罢甘休。虽然美狄亚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但她却很擅长利用别人的情绪。她利用 Corinth 国王同情她的心理，祈求在 Corinth 多待1天，从而为自己的复仇计划争取到了时间。她利用伊阿宋的控制欲，装作顺从妥协的样子，从而使伊阿宋放松警惕，才能实行自己的复仇计划。他利用雅典国王的善良为自己留了后路，在复仇之后找到了安身之所。美狄亚不明白如何控制自己情感的平衡，但却明白如何利用别人的情感，这又是一个置人身在此山中的故事。作为局外人，我们大可以很理性客观地去看待戏剧中的人物，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作品中作者所用的语言对人物的刻画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判断。下一期我们将对美狄亚进行文本细读，分析欧里庇得斯所用的文学手法，同时我们也将比较不同文学作品对于美狄亚这个人物的刻画。
观众老爷们喜欢的话，请一键3连哦。我们下期再见吧。